山！大家注意脚下，注意安全。珊珊，看脚下啊，注意脚下。珊珊，珊珊。 十一啊！十一！十一啊！这边有情况，有情况，在你们方向有情况。十一，我先往前走了，跟大部队找我。瞎跑！队长！队长！队长！ 这么快呢？往回走，这也不像啊！哎呦，这边吧，这边，这边。队长！队长，友人们，所有队员请注意，现在雾太大了，为了注意安全，全体原地待命，停止一切搜索活动。知道。队长，侯爵不见了。 这小子一向就不听指挥，我真该早点开除了他。小李，在，拿上装备，送去找侯爵。好，其他人原地待命。我去吧。放心，我受过专业训练的。队长，让他跟我去吧。当年他是为了救我才跟豪德走丢的，现在雨雾大，这里需要你。 如果找到了雾还很大的话，就原地等待，哪儿都不要去。是。我的装备给你用。好。要注意安全，有发现马上呼叫。知道。走吧。注意安全。好。侯爵。侯爵。队长，友人们。侯爵。 听见了吗？是静鸟。鸟全被惊飞的地方是 C7区，一定有人在那边。侯爵刚才在这条路上消失的，我们顺着路找，注意脚下有可能滑下去的地方。好，走，注意安全。侯爵。 队长，侯爵，侯爵，救援指挥部，我们在 C7区域听到侯爵呼救，请速来会合。友人们，
这里方向有人，快点快点！这边有滑下去的痕迹。侯爵，没事吧？哎，快给我弄上去！快把绳子扔给他。侯爵，你没事吧？快扔个绳给我，快！扔那么大了？慢点。好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往下扔，往下面扔。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人，有人。奶奶是想她妈妈了，让她一个人静静的待一会儿，过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师爷，你可能也看出来了，我们家小侯总跟他爸爸大侯总总是有点别别扭扭的。这个呀，跟他妈妈的死有关系。他总觉得他妈妈的死，他爸爸呀，担负很大的责任。为什么？他总觉得呀，他爸爸对他妈妈不够好，没有照顾好他妈妈的情绪，所以啊，他妈妈才情绪失控，出了意外。那阵是，他爸爸的确是忙，妈妈呢没人陪，情绪特别不好，所以啊，他妈妈就觉得特别孤独。他妈妈以前是做什么的呀？他妈妈结婚前，在一个乐团拉小提琴，结了婚以后呢，就什么都没干了，做了个全职太太。但是他妈妈呀，人真的特别好，长得也很漂亮，对我也很好。我呢，也就是念着她的好，所以呢，出了事儿以后啊，我一想，这孩子，你说这么小没妈妈多可怜呐，我就留在这个家里，一直把他给带大。哎，他呀，从小到大，只要是一想妈妈了，他就坐在那儿，也不愿意跟谁说话，真的怪可怜的。
浅，我过去看看他。你放心吧，没事。来，喝杯这个热巧克力吧。谢谢。你坐。谢谢。送你个礼物。我难过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拿出来看一看，会让我觉得温暖，给我力量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，所以就把它送你吧，希望它也能给你力量。好，我现在拿着它，我觉得我整个人充满了力量。走。哎，十一啊，等会儿我跟你一起。起这么早啊？啊，没精打采的，你没怎么睡啊？早点起来，跟你一起去锻炼。走吧。走吧。人家出来跑步都等天气好的时候，你这下雨天出来跑什么呀？锻炼不分天气好还是天气不好。别说下雨了，下刀子该跑也得跑。哦，怪不得你这刀枪不入、百毒不侵呢。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其实吧，侯爵对我挺好的，我是真的不想这样去骗他。可是没想到，他那个女保镖居然这么快就对我下手了。行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去做。哎，这么跟你说，在你 Mary 姐的智商打压下，她就相当于是个傻子。不要对傻子心慈手软，你对傻子心慈手软，你就比傻子更傻子。你想做个傻子吗？对吧？好像有点道理啊。
那我现在约侯爵吃饭。你等我想想。啊、你呀这样做。什么玩意儿？钻石做的。一下，这4个杯子是一套吧？是的，然后这一套是818，没错。挺好，这套杯子还挺好，品质也不错。您是真有眼光啊！这一套的酒杯销量那是非常的好，是吧？不过这结婚送杯具，这……哎，就是啊。对，你不说啊，我都忘了这茬了。谢谢啊。那请问有什么推荐的没有啊？送结婚礼物的话，我现在推荐这一款。你看，纪念限量款。你看这个寓意啊，这只天鹅呢代表着新郎，这一只呢代表着新娘。不久的将来啊，他们也会有个可爱的小宝宝。这个寓意好啊。那这一套多少钱呢？我们折后价是5。进来。侯总，包小涵找您。包小涵，来，小涵，来进来。侯总忙着呢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哈，恭喜啊！那个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请别嫌弃。你这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送东西？嗨，这是给小侯总的结婚礼物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说到结婚这个事儿，这未免也说的太早了吧？那个侯总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我不太懂。那难道这个礼物应该过2天结婚的时候亲自送给小侯总吗？过2天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这话一下给我说糊涂了。哎，小侯总不是过2天结婚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我呀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在影楼当经理，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说什么有明星来拍婚纱照。哎呦，我点开一看，咦，这新郎不就是小侯总吗？那会不会是他们年轻人之间开玩笑？他们经常会 P 图啊什么？不会。哎，您看看。礼物我收下了，那你先去忙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嘞，谢谢。恭喜恭喜！
让侯爵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马上。臭小子！侯总让你过去一下。来找我。你还知道叫我爸呀？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居然瞒着我。哎呀，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我的？贺礼都送来了，听说你们婚纱照都拍了，还瞒我吗？不瞒你，就是要结婚了。我知道，你和黄月的事情，你对我是有些看法的。没事，我特别感谢你，没有看法。所以你就找了一个比黄月还要次的人来对抗我，是吗？他不是冲你钱，冲你什么？应该就是冲我钱，但是我说他长得好看呐，对吧？大家这各取所需，结婚没什么，我觉得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做。啊，你说你老干涉我这结婚的事儿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想自己找一个？谈的时间太长了是吧？没事吧？你找我绝对不干涉你，但是你怕我接在你前头啊？我可以等等你。要实在不行，那咱俩可以一起办嘛。放肆！我告诉你，你作为侯家唯一的产业的继承人，你的事就是侯家的事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胡来的。爸，你犯法了，你知道吗？婚姻法明确规定，我要结婚，我跟谁结，怎么结，什么时候结，我说了算，别人干涉不了。你说了算是吗？但是你的户口本在我的手上，我看你拿什么登记？我都想好了，先不登记啊，咱先把婚礼办了，办那种大的，越大越好，亲朋好友都找来，到时候给你发微信函啊，爸，我先走了啊。这孩子怎么被我惯成这样了？气死我了！浩杰哥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回我微信吧。问你个事儿啊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这个节目它不会播出了，你放心吧。我已经被开除了。行了行了，我问你个事儿。我活该被开除。我错了，我不该说谎。那天，你在沙滩上送我项链的时候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我根本不能想象这是真的，所以我就说了大话，我就跟他们所有人说，我说你是我未婚夫，你已经向我求过婚了，然后导演他们就相信了，就说要给我加拍番外篇。侯爵，你知道吗？导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那些女孩有多羡慕我。我这辈子都从来没有被人那么重视过。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哭，你先别哭，你听我说。这事儿就翻篇了，你以后吸取教训，好吧？做人呢，最重要的要诚实，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，都没有用。这事你听我的啊。我还是看好当初那个比较单纯又可爱的你啊，就这样吧。
这事儿过了，不提了。那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请你吃饭好吗？我想当面向你道歉。不说翻篇了吗？行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正好有事问你呢。我正好有事问你，谁？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哎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就是我一个女朋友，她遇到渣男了。渣男啊！我有一朋友也碰上一渣男。关键是，这渣男还有一渣蜜。有一什么？渣蜜，就是像人渣一样的闺蜜，还是个女的。我这又学一新词儿，他们怎么着了？就是那个渣蜜，她嫉妒我女朋友，就跟那渣男说我女朋友不检点，关键是这渣男还信了，非要跟我女朋友分手。那你这个女朋友到底检不检点？当然检点啊，她不检点，我怎么会跟她做朋友呢？她跟我一样，一直洁身自好，自己养活自己多不容易啊。她呢，最大的缺点就是长得太漂亮了，容易遭人嫉妒。我呀，就是喜欢和你们这些有上进心的女孩交朋友。你好好安慰她。我当然会的。不过你也有一个闺蜜。我哪是闺蜜？我没有闺蜜。啊，你说那个海星啊，她不可能说人坏话。到底是她呀？那更不可能，她连话都不说，还说坏话。可是我每天跟你在一起，我还是有点害怕的。我觉得我得跟她搞好关系。十一姐，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啊？不了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刚在说那个露露，她工作就这样啊。哎，我给你买的项链怎么不戴？不喜欢？我就是太喜欢了，我舍不得戴呀。你看在这儿，我怕把它戴坏了。我放在家里，我又不敢，害怕被人偷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每天放在手包里，然后戴在身上，能看见它，我才安心。那个项链怎么能戴坏呢？我去个厕所。我也去，啊，我也去。走吧。你在这边。十一姐，你帮我拿一下呗，不太方便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没出来。
我知道。也行，成。行，啊，可以。这样。项链呢？露露啊，我问一下你啊，项链呢？怎么了？我项链不见了。刚才不在包里吗？对啊，项链呢？啊？你是不是掉哪儿去了？包是空的。我不知道。啊？我没有啊。我知道了，经理。哎，你服务员，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，快点！不好意思。关门，关门，所有人不得出入。干嘛呀？你喊什么呢？关门。我找项链啊。对不起，女士，这儿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项链不见了，我刚刚拿出来给你看过呢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去洗手间了，去洗手间之前，我把包交给你了。然后从洗手间出来之后，你把包还给我，我要坐在这儿打开包，项链它就不见了。别乱说啊，你肯定是掉哪儿了。我没有乱讲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女士，您别急。我能不急吗？那项链很贵的，好多万呢。是，我知道。这样，您呢，丢失的物品数额巨大，我马上报警。别报什么警啊！你自己是不是掉哪了？找找看看。你报警那么我没有报警是对的。这样，咱们先去我办公室，等警察来。好，去走。哎，报什么警？事闹这么大，要报警自己去，我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侯局。要是别的东西丢了就算了，那是你送给我的礼物，太宝贵了。而且你一走，他肯定跟着你一起走了。他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，他不能走。方露，我警告你，你没有证据当众指责我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哎，各位，这样，咱们呢还是先去我办公室等，好吧？也不要打扰别的客人用餐，行吗？来这边请，走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啊，我们会处理好的，大家安心用餐，谢谢。你最后一次见到项链是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，我还把项链拿出来给侯局哥哥看过呢。吃饭的时候我是看见了，但是这小姑娘会不会是比较马虎啊？掏东西掏掉了，被别人给捡走了？你是直接进的卫生间，还是把包交给51之后再进的卫生间？我在进洗手间之前就把包给了他，我怀疑就是他。我是侯爵的安全助理，方露确实把包交给我了，但是他进卫生间反身出来以后才交给我的。这个过程大概多久？大概在5到10秒时间。你动过那个包吗？我没有打开过，而且没有碰过包的按钮，可以验指纹。为了避嫌，我拿到包以后，很快走到了有监控的地方。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，在到达监控之前，有一段视觉盲区。你进出卫生间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什么人在那出现？我也去上厕所了。再说那个女厕所有没有人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有一个孕妇从厕所走出来，而且我注意到她很快离开了。我着急上厕所，哪有注意到啊？应该是没有吧。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。想起什么来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谢谢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好的，赵总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赵总接到了对我的投诉电话，要求马上召回我。啊？谁把你投诉了？你打电话？是我啊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打这电话？别的我不懂，但我知道，顾客如果买到伪劣产品，他可以要求投诉，甚至还可以要求退货的。我这个人做事情就是这么光明磊落，不像有些人，还小偷小摸。在哪说什么呢？现在，啊，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11干的？我也没有确切的说就是他干的呀，但是事实证明，现在就是他的嫌疑最大。侯爵哥哥，
你不能让这样的人再留在你身边了，我会担心的。我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好吗？你要相信我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要继续留他在你身边，甚至可能还会有危险的。闭嘴吧。十一，你先开车，先上车。来，你过来。你干嘛？你干嘛这么重拉我？你为了一个女保镖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本来想回头跟你说的，但是你现在逼着我说。我问你，这是不是你故意陷害十一的？项链根本没丢吧？丢了，我没有。我行，我也知道你不会承认，我也不希望听到你承认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状态，我都非常怀疑你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？我现在是受害者，丢项链的是我。那条项链对我意义有多重大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要是别的东西就算了，但是那条项链，我一定跟他死磕到底。你跟他磕什么呀？侯爵哥哥，我知道你心软，所以我才会打电话去投诉他的。反正你一定不可以姑息养奸。你懂什么？他还在背后帮你说话，看到你还说你不容易，说你很辛苦，你现在凭什么这么投诉他？你太奇怪了，你难道不应该是问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吗？我跟你说不清楚了。怎么说不清楚了？现在你不应该是来安慰我的吗？侯爵！你给我去你们公司，我去跟你们赵总说清楚，方璐他没有资格，他没有权利去投诉你。你是我的保镖，他怎么投诉你呢？我们公司有规定，执行任务当中不能有任何瑕疵。什么规定？这是什么呀？一旦有，马上召回，等待调查。不是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没告诉我？对不起，你们私人的生活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。什么意思？干嘛去啊？不是你掉头回去干嘛？说话呀！你回来干嘛呀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的线索。啊？哎，你这都什么爱好啊？这是？
干嘛呀？报警。你好，警官，我是51。我这边发现了一点情况，麻烦你们过来一下好吗？就在麒麟里旁边的2号胡同往里面走。对。好的，谢谢啊。那我在这儿等你。拜拜。好了没？好了。谢谢你们配合，这些证物非常重要。如果有发生类似的事，请尽快通知我们，方便我们取证。好的，辛苦，谢谢。辛苦。好的，取证已经完毕了。取证完毕了，那就收队，收队，收队，收队。行了，我们也走吧。走了。这怎么假发就算证据了？哎，是不是有人带着假发偷向那儿去了？现在不能完全确认。你怎么想到来翻垃圾桶的？餐厅那条主街上全是探头，不管是开车还是打车，都容易被追踪。这条路不一样，一条小路，没有探头，适合逃跑。我只是推测有这种可能性，没想到真被我找到了。你这侦查意识够强的啊！这是最基本的。喂，你们在哪儿？我现在送周全过去跟你们交接。去侯爵家吧，我们现在过去。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？我也真是无语了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开车。挂了。去我家干嘛？有新的人来接替我。干嘛这么快？这是规定，走吧。这什么规定？这是？这都什么呀？太不公平了！啊，你来我决定不了，你走我还决定不了吗？我们都决定不了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你这什么工作呀？能不能靠点谱啊？啊，我不要人的时候塞人给我，我刚适应也把人弄走了，开玩笑呢，跟我逗着玩呢。这不公平！是不公平，但是公平迟早会来的。这爱来不来，我现在我不舒服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行了，我还没说什么。闹呢，天天逗我玩呢。喂，啊，你到家啦？哎，你放心吧，那么贵的项链给你放得好好的呢，我碰都没敢碰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？目的达到了吗？还行吧，反正他被调回公司了。但是我总觉得侯爵好像开始怀疑我了。姐，你说会不会是你布的这个局太明显了，被他们发现了？唉，你别想太多行吗？他怎么可能怀疑你啊？再说了，他就算怀疑你怎么样？有证据吗？是吧？看来你那个有钱有颜的男朋友这回也没站在你这边。我分析你应该是低估了他跟那个女保镖之间的关系。可是这事儿万一被揭穿了，那侯爵肯定会不理我的。但是我要是不把那个女的给弄走，我担心的是，以后有一天，他可能也会把我给弄走的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老想那些没用的了？啊，我这边还忙着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你自己先待一会儿吧。挂了啊，拜拜。那行吧，行吧，那你忙吧。贵的就是不一样。怎么这么难啊？
哎，十一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公司会安排其他人来接替我的。哎，你放心，他的人品还有业务水平都很出类拔萃。不行，不，这我不让你走，我真不让你走。张姐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说你们这什么公司啊？那员工受了委屈不给做主，板子还专打自己人。我们公司挺好的，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。哎，要不我去给你做证人，我去给你的人品作证。谢谢杨姐，放心吧，警方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还我清白的。你要是想我了，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我们还可以视频呢。不行，我不要看视频，我让你天天在我跟前转。那要不你跟我走吧，才不要他。不行，你们俩一个都不能少。他们到了，我得下去了。你别走，你。哎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给你拿个东西。那记者回来看我啊？过2天就回来了。你说的过2天，啥时候才能回来呢？我空了可以来看你。我一直挺喜欢的，送给你吧。看见他就跟看见我一样。屎壳郎侠啊，跟你是挺像的。非常像。谢谢。哎，送我可不能再要回去了啊。谁要？怎么了？我舍不得。我要小一点，送你下去。我要一点，我回来看你的。你好，我是周全，来接替11，做您的安全随位。我知道。其实我特别不想有人来接替他。了解。那个，让11受委屈了啊！我也给11道个歉。侯大公子的眼光果然跟别人不一样，有这么多的极品女朋友，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他们坑死你的那一天，目测不会很远。我会还给11清白的。真的会吗？一定会的。那个周乔儿，我在餐桌上放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有这个公寓所有的安全提示。好的。我走了，小侯总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工作的支持。你有没有不这么正式？你这样我不习惯。我这是公司的那个流程。你有没有什么亲切点想说的？说什么？那你要实在没说的，你心里有这个怨气，你骂出来，骂我2句，我心里能好受点儿。我干嘛让你好受？走了。注意安全。行了，你看你一脸严肃的，都把人吓着了。我真挺生气的，刚刚看见侯杰，我真想揍他，这算怎么回事嘛？也不能怪他。
还有那个方路，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啊？可能是那天我听见他在那个婚纱店打电话了吧，说是要陪什么人出去玩，怕侯爵知道。你没告诉侯爵吧？没有，人家的私事儿我说了不合适。你处处为他着想，他却反咬你一口。其实这个方路呢也能理解，好不容易找到侯爵这样的，肯定怕跑了。万一我再把这事说了，影响到他怎么办？不过他不太了解侯爵，侯爵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在背后使唤。到时候公司那边有什么能干的工作，尽量让我去呗，我爸等着我赚钱呢。行，知道了。吃饭啦！走，小周，我们先去吃去。哎，没事，姐，我等他。哎，不用等，指不定等到什么时候呢。你呀，就把这儿当家一样，11就把咱们这儿当自己家。走吧。谢谢姐，我还是等他。哎，小周，你说你们领导怎么就不相信11的人品呢？张姐，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儿，我们公司呀得弄清楚情况，给客户一个交代。我们这个行业呀，在品德和道德上不能有一点含糊。哎，可11他一点都不含糊啊。是。他不像有的人，白长了一身漂亮的皮囊，心眼啊那比谁都坏，谎话张口就来，可偏偏还有人相信。是。走吧，吃饭去。哎，张姐，这个事儿有误会，你别瞎猜了，我不吃。误会？就你认为是误会？诬陷人家11偷项链，依我看呢，那项链他根本就没丢。但我就是不愿意看着11天天跟你在一起。我这烦着呢，别说了。都说啊，我们老年人容易受骗。我看呢，你们年轻人更容易受骗，还都是自找的。我陪侯爵和方路起身去卫生间的时候，坐在我们8点钟方向有一个孕妇，先我们一步进了卫生间，而且她也是先从卫生间里出来的。我们又回到餐厅，我环视了一圈，当时只少了这一个孕妇，其他人都在。说明这个孕妇根本没有回到座位上，从卫生间里出来以后，直接就离开餐厅了。所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个假孕妇。没错，我觉得证明我清白呢是迟早的事儿，但是怎么证明这个方路设的局就比较麻烦。这个也不难吧？咱们查不了，可是警察可以查呀。警察可以通过道路上的监控录像找到这个假孕妇，那咱们就能找到她和方路之间的联系了。比较难，那条小街我看了，根本没有监控探头，而且再往里走就是各种的大杂院、小杂院，还有一些小的门脸。如果说他是穿过这条街，走到下一个大的路口，那里就有监控探头了。但如果说他就住在这条街的某一个院子里，或者说他有朋友在那儿，他停留一下，改装以后再走，那就很难再找了。确实啊，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？小周，那你说11他就是在公司里面，就这么等着，调查结果，有没有工资呢？啊，这个基本工资是有的。但是要想拿绩效的话，就得当陪练。什么陪练？就是抗击打的那种。那不就是挨打吗？不能那么说，也就这意思吧。哎呦，那疼不疼啊？抗击打嘛。哎呦，你说你们这什么公司啊？你把你们领导电话给我。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得给他说说这个情况，我得问问他。张姐，要打也是我打，你别操心了。
你看这是，他该挨打的不挨打，不该挨打的反而被打。哎，你给你们公司领导打个电话，我回头去找他。好。这是行业大忌，只要有一个人因秉行操守被客户退回的话，影响的是整个公司的声誉，而且其他队员也可能受到影响。赵总，我没有做出任何影响公司名誉的事情，请您相信我。我不用相信你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怀疑过。为了客户的安全，我们可以牺牲生命，都在所不惜。更何况这点蝇头小利。不过，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队员一旦被客户投诉，在查出结果之前，必须立刻进组，不能迈出公司大院一步。还要为其他队员做陪练。等调查结果出来，证明清白之后，才能恢复上岗。明白。别去了，啥意思？走，走吧。侯先生，久闻大名啊！啊，您好，您好，快请坐。这个11是不是老提我呀？11没有提你啊。侯先生，这是我们的纪律，不能随便透露客户的信息，所以你放心，他真的没有提你。挺好的，挺好的啊！你们这个行业就应该这样啊，好事。哎，对了，侯先生，你特意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对，那个赵总啊，我过来我是想让11呀再回来我这儿工作啊，我想过来给他续个约。上次那事儿吧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觉得是个误会。但是我是特别相信11的，我觉得11没问题。侯先生，这不是你女朋友报的案吗？不是，我那天就是出去吃个饭，那个小女孩就是我一普通朋友，不是女朋友。侯先生，你这么相信51，我真的很欣慰，我替他谢谢你。哎，别客气啊。那11怎么样？能不能回来？侯先生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但既然你的你的朋友已经报了案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等到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才能再恢复51的工作。这可是我们的规章制度。不是规章制，那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怎么办啊？那他要是过个3个月6个月没查出来怎么办啊？11就一直待业啊？除非你的朋友去撤案。
打死他了！听我说，干嘛呢？干嘛呢你？还说逼不得已啊！这教官让打的呀，教官让打。我们在上课呢，你干嘛呀？上课也不行，不准打他，知道吗？不可以，懂不懂？你们都不行。你给我等着啊！猴子，误会啊！这是心疼你的。啥？那我大表姐这不白之冤就洗不清了呗？我是说，万一啊，那要真破不了案的话，我大表姐是不是这辈子都别想上岗了呀？她上不上岗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你走哪儿，人老说你是小偷，你这谁受得了啊？太难受，那肯定受不了，绝对受不了。然后我今天啊，我想怎么办？我去找他们保镖公司，我就路过他们训练室了，那太残酷，一帮人打一个。哎，不对，1对1，我们都是1 by 1，这很公平的，是吗？对，啊，1对1车轮战，一帮人打一个，打得太残酷。我就看第一个的抱起来，嘣摔地上，再抱起来，嘣摔地上，被摔的是11啊！我当时看着我这，哎呀，心里心疼啊。再往后看，嘣嘣摔，我再一看你还在里边，你什么时候去报的班？你怎么对他杀得去手狠心？不是你大表姐吗？我那是假的啊！我走一形式，我那跟我大表姐什么感情？亲情。我是没办法，要不我们家钱不好交差嘛。这么的，猴子，你揍我2下，把你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。来，那行吧，来，挨入了啊。那个，哎呀，我换一种方式来，你们喝多了，这个是犯法的。那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我陪你。我想了一下，我也去跟你当同学。啊？我就看着你们天天，我就在里边坐着，我就看你们谁敢对谁下手。我可会看你一个个谁敢对谁下，你摔11一下，我上9级的臭骂，对吧？你想骂不管用，那我求求他，我求求他，拜托大哥，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个面子，轻点摔11，别摔11，对吧？那这样再不行，那我就给你们发红包，我给你们全班人发红包，我给你们学费都给发回去。猴子，你认真了？我这你陷进去了？没陷进去。我是觉得这事儿吧，这事咱们办的有错，咱们心里有愧，这事办得让人恶心。你是走心，你是心中有爱，别不承认。你我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对，像你说的，你可能对我大表姐吧，就是那种男性对女性最朴素的情感。就是嘛，就是啊。对。啊，那门口这位帅哥一样啊，他要是受了委屈啊，你也会为这位帅哥去受委屈，对吧？去受罪，你会为这个帅哥去给人发红包。伟大，我敬你一杯。欢迎光临，新同学。哎，饿了，点歌，唱歌。
慢点，你扶住了，小周，你扶住了，来，真是喝那么多干嘛呀？你说你，来，快，哎呀，你没事，你喝那么多酒干，帮我扶一下，把他扶到枕头上。对，来，行，把袜子也给脱了。哎呦，说你，行了，不用脱，就这样，没事，你不管，我来啊，你去休息吧，去吧。行，张姐，哎呀，有事你叫我。干嘛呢？你这孩子，去吧，没事，你去吧。啊，快去。哎呀，行了，快睡觉，别闹了啊，别闹了。哦，别闹了。小侯总。侯总不在，去哪儿了？天台呢。啊，忙吧。你在这等我啊。侯总，怎么了吧？51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按照合约，一个保镖如果在工作当中出现瑕疵的话，是可以换人的。我们可以提出解约。不用解约。11他这次也没做错什么事儿。你怎么知道他没做错什么？11肯定不能干这事儿啊！现在就是要警方给出一个说法而已嘛。那你告诉我谁做错了？啊？你告诉我谁做错了？其实你和我的心里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51是一个很出色的保镖，现在背上了偷窃的嫌疑，被公司召回去接受调查，这对他今后的前途会造成很大的影响，明白吗？这倒谢谢你那个网红女朋友方露。什么女朋友？那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俩就是普通朋友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上回那是帮她录一节目，那天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啊？我那天我看你挺可笑的。爸，那我不该骗你，是我的错。那既然你也觉得11没什么问题，那咱让他回来吧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最可笑的，知道吗？一个保镖被人以偷窃的罪名报警，安保公司的赵总为了维护自己公司的声誉，把他召回去接受调查。我们现在不可能再让他回来保护你的安全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不明白啊？不是爸，咱们可以。可是他可是什么呀？可是的，没有什么可是的，怪就要怪你自己交友不慎。等事情有了结果以后再说吧。让开，我打球。打球，我打球。上次他们说这班不行啊？哎，这搁这。好的，跟那个桌子面对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这是，你过来呀，你来坐这儿。哦。让他坐这儿。把这边留给我，我往这一坐，是不是？大家工作是不是变得有动力了？啊。我决定就在外边陪着你。行，啊，你自己等。哎呀，这也太好了。我坐这儿你们不太适应是吧？我
回去吧，还是？丽丽啊，你把这桌子搬走，你坐回去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暂时坐在那儿啊。还有啊，你以后上班能不能别跟我穿的一模一样的？小周，你的工作证下来了哦，记得随时带啊。啊。哎呀，你们先玩吧，别等我啊。这样，看完电影我去找你们啊。来2张小票，好了，在这边睡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小张，哎呀，李处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您就在这儿，这么巧啊？我来看个电影啊。哎，这样，来，我这儿有啊，兑换券，不用花钱的。哎呦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这有什么呀？哎，你想看什么电影？我也不知道看什么好啊。您呢？您想看什么？我想看那个，哎，咱们看那个《狗样的假期》吧。说的是一个男人一觉醒来以后呢，变成二哈的故事。哈士奇。对呀。就老被做成表情包那个。对。那肯定挺有意思的，那就他吧。好。嗯。那个，2张《狗样的假期》啊，来。这人啊，眼窝子浅。哎呀，你别笑话我。这辈子这个毛病恐怕都改不了了。这怎么能叫毛病啊？这只能证明您这个人呀是重情重义的人。谢谢李姐，真怕你笑话我。怎么会呢？那都是老观念了。哎，不是有个词儿说，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。对，歌词就是这么唱的。对。哎，来，欢迎光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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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帮我拿一下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哎，好，你去吧。来，欢迎光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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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尹南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少给11添麻烦？你也不用把自己弄成这样啊！真是。哎，冰淇淋啊，这是啊，刚买的，给你一个。哦，都化了。天气太热了。不，你不是不吃甜的吗？怕胖吗？原来不吃是因为心情不好，现在心情好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把你汗擦擦。我这，来，你擦。魏英呢？你不会是来约会的吧？哪儿的？哪个单位的？多大年纪了？想什么呢？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。我先走了，回见。哎，你看，你是不是偷偷约会来了？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偷偷啊？我告诉你，武天一，我就算是跟人约会，现在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
别嫌操心了。哎呀呢。 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这名额已经满了，等下期吧。下期什么时候？半年后。半年？太久了。我们这个就是半年一期。这个您给通融通融吧，给他就加进去吧，他肯定不添乱。这个恐怕还是不行的。我们一要保证教学质量，二要保证教官的精力和体力。我们一般都是小班授课，这个小班授课呢，就是手把手教学。 这样才能保证学员学到真东西。那些都无所谓啊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倍学费，你给我加进去。2倍不行，给你5倍，快，加进去。你真把这儿当成拍卖行了，价高者得，多少倍都是不行的。这样吧，你在这儿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，如果有中途退出的，你就可以点上来。哦。 那行啊，那你退了吧，我顶上。凭什么呀？我不退。我给你2倍学费。你给我10倍，我也不退。你退不退？这好了，二位，你们出去商量吧，我这还要办公呢。 海星，我发现我每次叫你帮点忙你就退缩，你们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了。谁退缩？人家那名额满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等下期吧。半年我哪等得了？你赶紧想想怎么办？其实要我看吧，他这公司应该没多少钱，你给他买了得了。我给他买，我给你腿打折快点。慎重啊！海星，我发现我每次叫你帮点忙你就退缩，你们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了。谁退缩？人家那名额满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等下期吧。半年我哪等得了？你赶紧想想怎么办？其实要我看吧，他这公司应该没多少钱，你给他买了得了。我给他买，我给你腿打折快点。慎重啊！我现在可打得过你，我是让着你。我跟钱钱学好几招呢。你赶紧跟钱钱说，他不教官吗？你让他给我加进去。我不说，爱谁说谁说。你不说谁说？我怎么说？那我也不能说呀。是你别看我跟人家有感情基础在，是吧？也就一句话的事儿，但是我不能让他犯错误，对吧？你这个给你送进去太简单了，但是你让人发现了啊，他再给被人开除了怎么办？那我不就得娶她吗？我没准备好。你这也太负责任，就是。对吧？那你们结婚之后，这后生活怎么办？他主内，我主外，然后带孩子在家。哎呀，结婚生几个？2个吧，2年内。哎，我最怕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最怕你们结婚之后，钱钱的性格欺负你，他那破性格。嘿，我来这干嘛来了？我这学这几招，我征服他，压制他，他要跟我叫嚣，你会吹。做饭征服他的胃。谁要被公司开除啊？你又要娶谁啊？别人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要上你们那3打班，他现在没有名额了，你给我加进去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学点武术，我保护自己啊。换一个理由。海星在这老受欺负，他让我过来陪陪他，帮帮他。再换一个理由。我在家无聊，我过来生生筋骨。这个理由很真实。走吧，先考核。累吗？不累。还能坚持吗？还行。不错啊，再跑20圈。老板，我们缓一会儿行不行？能不能体验点别的？这个太单调了。
是吧？想换点别的方式啊？我满足你俩。跟我走吧。没啥好事。坚持住！教官，我提问。讲。我们过来学散打，你让我跑步我能接受，是锻炼体能；你让我劈叉有什么用？我不是学跳舞啊！我跟你打个打不过劈叉给他看啊！那可能还有点杀伤力。韧带拉伸是一切动作的基本功。韧带过于僵硬，肢体就会不协调，容易受伤。哎呀！啊！教官，我受伤了。真的？教官，帮帮我。教官，能帮帮我？高主任你好，这里有个学员坚持不下去了，散打训练班可能会空出一个名额。我其实用不着自己坚持一下就行了。你确定？确定，还能坚持。高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学员说他能坚持。再见。还能坚持是吧？20瓜跳。不是，姐，我都是老学员了，对吧？你欺负新人也就算了，你折腾我干嘛呀？50个。我陪练的。60个。不是。1、2。哎。笑是吧？50个蛙跳，一起做。啊？一起做。手抱头，快点。8跳，8跳可会跳。你来呀！1。动作做得不错啊！下面我们进行抱摔。我给大家讲一下抱摔的动作要领。11，出列。当对手攻击你的时候，挡住上步，顶胯，将其摔倒。刚刚是分解动作，现在做一下连贯的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好，你先来。是。下一位。下一位。下一位。是。不许笑！起来！起来！拳速太快了。再来！嘿，后背。
51起立。有像不像？这是训练场，给我严肃点。这位学员，今天就算摔100次，做不标准也得继续摔。摔，来。哎呦呦，这太沉了，你这拎不动啊。来，你先别放。这样啊。这么摔知道吗？哎呦，完了，这腰，哎呦，我这是，不行了，我得上医院，可别上不了墙。我上医院了，走了。真是造孽，都是队友，就不能轻点儿？那哪行啊？训练是严肃的事儿。要是你妈看见，那还不得心疼死啊！以前在训练队受的伤比这重多了。伤跟伤能一样吗？有些伤让人生气，有些伤啊让人解恨，有些伤就让人心疼。那好了，你要什么不舒服啊，就喊我啊。好嘞。高丽，谢谢啊。还好没事儿。哎，你们就不能下手轻点儿？这被人打的。遵命。谢谢。还好吧？没事。伯爵他们走了？可算是走了。这小少爷气鼓气胀的，一直缠着我，不让你做陪练了，我都服了。别理他，他就是小孩脾气。是挺小孩脾气的，不过还挺可爱的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，我给你揉揉。哎，这儿是吧？不过说真的啊，我觉得他吧，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呀。别胡说八道了。他这个人就是比较重感情，换了别人他也这样。是。派出所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还没，快了吧？哎呀，你这心啊，真是够大的。你吧，刚陪练你悠着点，你干嘛这么卖力气啊？我这2天当陪练，我倒觉得挺轻松的，脑子什么都不用想，跟度假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出外勤的原因，不用持续备战，不累呀。爸，哎，爸，怎么了？我上班呢。你们要来看我啊？几个人？6。没有，我挺高兴的呀，我特别高兴，爸。那个，我订个酒店吧，我那太小了，住不下。爸，我姑他们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，你住在家里挤着不合适。行，我听您的。那我挂了啊。哎。家里要来人啊？我爸、我妈、我姑、姑父、表妹一家来看我，那不挺好的吗？人多热闹。 6个人，吃喝拉撒又一笔钱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。每到月底，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要钱，变着花样不一样的理由。我表弟要换车，他们要赞助，他们赞助我掏钱。前2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们要给我买一套房子，他们付首付，我交月供。我人在这儿，他们在老家给我买房子，我愁死我了。行了，你也别愁了。家里来人看你，怎么
这都是好事儿，高兴的事儿。你看我，天天孤苦伶仃的，就连过年都是俩人，不是我跟我爸，就是我跟我妈。你是孤苦伶仃的，但是你胜在简单啊。我们家是人多，七大姑八大姨的，真的烦死了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球场了。干嘛呀？真要拿那个教练证啊？当然了，做兼职能赚钱。走了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开球的时候，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，这球给打偏了，一下子差点砸到你。没事儿。我爸第一次来这场子，对周围地形也不太熟。你这个理由不成立，一看你就是缺乏锻炼导致动作变形。你可真是厉害啊！这小伎俩，一下就被你给拆穿了。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这场球的费用我包了。这个真不用，谢谢。哎，你是一个人来的吧？怎么？我也是一个人来的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打球很厉害啊。要不然，咱们来比试一场，怎么样？跟我？对啊。行啊。哇，打那么远，你可真是厉害啊！我一般进入状态比较慢。我都后悔刚才跟你说那番话了。不过呢，我也得硬着头皮上啊。那我就献丑了啊！我这怎么有点紧张呢？怎么样？姿势不错。没了。没了。老板，你用车吗？不用了，我们俩走走路吧。好啊。我还没自我介绍呢，我姓侯，您贵姓呢？叫我钱钱吧。钱钱。侯叔叔好。侯叔叔。你这称呼一叫吧，就一下把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给拉开了。一旦我在你面前成了侯叔叔，咱们这谈话的氛围就显得有那么点拘谨。再说了，我还没给你准备压岁钱呢。叫一声侯叔叔就给压岁钱，稳赚不赔呀。侯叔叔好。好，叫吧，叫叔吧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场球你肯定是输定了，要不然
你叫我猴哥吧。啊？哎，不对呀，猴哥这发音听起来怎么那么像花果山的孙猴子？你叫我侯总，叫我侯总，这样听起来舒服。行，侯总好。进。蓝总，51已经不在智荣建设了，他已经回安保公司了，一个男保镖顶替了他。3点的会帮我取消，我出去一趟。好的。你在哪儿？我要马上见到你。我在工作，不方便。别骗我了，秘书帮我去智荣公司给你送花，他们说你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必须马上见到你。好吧，我在公司，不要告诉我爸妈。侯总啊，您这球打的真的是太丑。别得意，临门一脚失误的多了去了。你来，献丑喽！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再来。倩倩，今天谢谢你啊，好久没有像今天打得这么过瘾了。侯总，瞧您说的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而且你是我见过女孩子当中打高尔夫打得最好的，我觉得你应该去参加专业比赛才行。其实呢，我参加过比赛，成绩还不错，就是想着试试看看。考考这个中级的教练证，这不今天休息嘛，就来练练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球技那么厉害呢？哎，那你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在安保公司做教练，主要培训保全人员和安全随卫。随卫？随卫是什么？就是你们说的保镖。啊，知道了。原来是镖局的教导，失敬。侯某今后要是受到谁的欺负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我，对不对？侯总说笑了，您那么厉害又那么成功，谁敢欺负您啊？你呀，你敢欺负我呀？荒唐！这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！谢谢你这么无条件的相信我。你这个雇主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想让你走的话，光明正大的说不好吗？干嘛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呢？跟侯爵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那女孩不是他女朋友吗？啊，他女朋友的事儿他不知道，可能吗？他真的十一，你太善良，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你这样怎么当保镖？你放心吧，警方会处理一切的。警方处理好是警方的事儿，你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。他们这是对你的伤害。这样，我帮你找律师，我们告他们，让他们加倍赔偿你。我不要赔偿。
我只是希望事情的真相赶紧出来，要不然我就得离开这个行业。证明了无辜之后，你也得离开。咱不干了。十一啊，我们那么多同学，都结婚生子，过上安稳的生活了，只有你一个人还在外面拿命拼，干嘛呀？这工作又累，又危险，还要受委屈。如果你是为了叔叔的债务的话，我来想办法，行吗？不用，谢谢你。我爸呢，是给了我一些压力。不过就算没有我爸，我也不会离开这个行业。我热爱我的工作，只有在这个岗位上，我才能找到自我价值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你想继续做，你就继续做，但是你记住一点，你以前是一个人，什么事儿都要一个人扛。但是现在我回来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有一个我在帮你，听明白了吗？谢谢。我跟你说呀，其实我对你们这个行业啊，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了解，因为我替我儿子请了一个保镖。那个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老是惹是生非的，有个宝宝跟着他，可以保护他，我这心里踏实点。侯总，您是叫侯志荣吗？你怎么知道啊？还真是。怎么了？这聊天聊得好好的，你怎么突然就不高兴了呢？我是不高兴了，而且非常的生气。为什么呀？您儿子的女性朋友冤枉我的好朋友，说他偷了项链，我真的不明白你。我知道了，51是你的朋友啊。他不仅仅是我的朋友，我对他非常了解，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对不起，这个饭我没有办法跟你吃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姐，你先不要生气，你先坐下来，你先坐。倩倩，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吧，好吗？其实我对这个女孩啊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。据我所知，她跟我儿子侯爵啊，两个人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那儿子成天在外头惹是生非的，我都不知道他去哪儿认识一帮狐朋狗友，竟然把你最好的朋友给伤害了。我代表我儿子，真诚地向你和你朋友道歉，好吗？还有，就你刚才说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？方露。对，那个女孩是她直接给你们赵总打的电话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是不会让51回去的。侯总，那能不能麻烦您亲自给我们赵总打个电话？甲方的说法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。可以，这样你先让我了解一下情况。我也不希望一个好人受到冤枉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希望一个好人被冤枉。接个电话。喂，说。我在外头有事儿呢，回不去。今后像这种小事情，你们自己就处理了，可以不可以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怎么了？公司的事儿。公司的事儿不重要，吃饭。公务重要，饭可以再吃嘛，走吧。饭还可以再吃啊？
那咱们俩能加个微信吗？这样下次约的时候也方便点儿。来，加个微信吧。我扫地。好。侯总，我朋友11的事情就麻烦你了。行，没问题。那我先走了。再见。改天咱们约啊。小侯总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小侯总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你是那个南琪。哦，对，什么事儿？坐下说吧。不错，咱们开门见山嘛。我是为了11的事儿来的。你都知道了？对啊，他都告诉我了。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，而且对他的事业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对啊。你也应该知道这件事，无论你知道多少，参与多少，你是逃不了干系的。嗯。所以我现在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他都不是一个人，我会在他身后撑着他。说完了，告辞。不是，哎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什么毛病都是。哎，你好，你记得我吗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？我前2天在这买了个项链，就在这放着那条特别大的那个，记得吧？哦，我记得。我想买一条一模一样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款已经卖完了。别的店没有吗？帮我查查呗。我帮你查一查，您稍等。快！不好意思，那是限量款，已经卖完了，没有了。全国都没了？没有了。好吧，谢谢啊。这么便宜啊！那个项链的事我给你搞定了啊，一模一样。人家说了假1罚3，我看这个评价还不错啊，放心吧。哎，挺好，物美价廉。这个方案都做过2次了，怎么还做成这样啊？跟设计总监说，工作。没给他们发工资啊？都是出工不出力。
领导你好啊。我这辣酱你要吗？不用了，你吃吧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吃完了。跟谁聊呢？笑得这么甜。一个朋友。呸！谁答应当你领导了？你是没答应过，不过我已经答应当你的属下了。你不答应也行，但是要给我打个辞职报告，我同意签字才算数。切，那不成了你是领导了？说正经的，做我的私人教练吧，不占用你太多时间，1周1次就行，付费。可以考虑。领导让你问的事儿，你问了吗？第一时间就问了，也向警方表明了我们的态度。你这个朋友不一般啊。怎么？因为你笑得很不一般，有梦。看，你这个有梦，好有内涵。说吧，到哪一步了？什么时候带到我面前，让我见见过我这一关？就是一个普通朋友，只见过1次面。我们2个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汤挺好喝的。多多刺也挺好吃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不是你这人，不查过去了？我跟你说汤呢，人怎么还有这事儿啊？吃吧啊，吃吧。想什么呢？来，为了我们的成功庆祝一个！3、2、1，茄子！嘿嘿。服务员，来杯咖啡。开心吗？怎么样啊？最近？你没看见我黑眼圈吗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我之前都没睡好。自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太心虚了。万一被侯爵发现了，我想象不到他会做出什么来。我的大小姐，你就心往肚子里吧啊！这件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都没有第3个人知道。他怎么知道啊？再说了，他要是早知道，早就表现出来了。可是他是……您好，您的咖啡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他是没表现出来，可是我给他发微信啊，他就对我态度特别冷淡，都不怎么搭理我。而且我说你有空一起吃饭，他就说不着急。你看看，人家多懂事儿啊，这不怕耽误你工作吗？那你就听他的呗。迪拜回来以后，你再约他吃饭嘛。玛丽啊，我求求你了，迪拜我真的不能去。跟侯爵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他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，但是我绝对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方露，做人要厚道啊！我刚帮你铲除完一劫，你一回头一扭身，咣当把我踢了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就单指不去迪拜这一件事情。总之，我是肯定不会去的。方露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姐妹关系，你就这么给我挖坑啊？
人家把机票都订好了，明天就出发去迪拜了。你说不去就不去了，你让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呀？你真要是把我当姐妹，你考没考虑过我一点点我的感受啊？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现在就是准备好不顾一切了，是吗？好。我看咱们这么多年姐妹是白当了。行。哦，对了，你的项链。玛丽。这条项链就当做是我补偿给你的，好吗？小葛，快递到喽！哎呦，终于到了，再晚点来不及了。这好东西不得慢慢来吗？你看这包装，绝对没问题啊！哎，你看，假一赔3，放心吧，好东西不怕来的晚。包的真严实。哎，怎么还一层？哎，这谁能拿？哎，不错不错。哎哎，怎么这么多？你不就付了1条的钱吗？哎呀，咱这赚了，他肯定发错了。这好事啊！不是吧？人家不是假一赔3吗？这不假一吗？这不赔的3吗？哎呀，让人忽悠了，省得你投诉了。哎，这网上不可信啊！你这瞎买，告诉你便宜没好货。不是这开玩笑一样吗？这也太假了吧！其实我看能看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吗？我看不出来，还行，这好像真看不出来，是吧？你看，哎，这个做的挺好啊。啊，亮，你看这反光，你看，哎，还挺闪。那先拿这个顶一顶，先顶一顶吧。我赶紧撤案吧。对，你看那几条怎么样？你挑个质量最好的给我看看。在那儿看。我先跟房主说，项链找不到了。这个给你啊，剩下那3条我拿走。你要干嘛呀？我送钱去？对，反正都是项链嘛，也挺好看的，就给上呗。剩下2条送天哥，给他媳妇儿。你还扎着人家，这做工那么差。这挺好的。这条是我的。那你的，你给我找个好点的包装，我拿塑料袋像什么呀？这个行。来呆萌酒吧，我要见你。好的，侯爵哥哥，我马上过来。侯爵哥哥，哎，师傅，坐。你好，请问您要点什么？一杯橙汁就行了。好，请稍等。你不生我的气了？我生你什么气呀？我那么小心眼。那就好。哎，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。什么？啊，这个项链我找到了。不可能！我都难为死那家餐厅的经理了，我让他们必须把项链找出来，他们绝地3尺。
每一个角落都找了，终于给找出来了，不容易的。你好，您要的果汁，请慢用。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的项链。哎，对，确实不是你的项链，但是我特别不能相信是11偷了你的项链。你是不是喜欢51？你说什么呢？跟项链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喜欢51，那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？露露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对你好，那你是我妹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受欺负了，你受委屈了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能不管你吗？但是51是什么？他是我保镖，他每天为了我出生入死啊！啊，你这么针对他，你不相信他，如果这样，我们做不了朋友。所以，你就买一条假的项链，就是想让我撤案，对不对？我确实想你撤案。我觉得这个项链没那么重要。如果跟11以后的前途比起来，你不撤案，他的前途就毁了。我就是要毁了他，毁了就毁了呗。他凭什么每时每刻都能待在你身边，而我不能？你说什么？我这么说啊，这件事我想过特别多可能性。我想过你是不是扔了掉，或者说我想过你是不是真的把它忘在哪个角落里。有一个是我最不想去相信的，就是你污蔑51。但是我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很大。我没有，我刚才说的话都是气话。露露，我当哥哥的劝你一句啊，如果这个事是真的，我希望你能撤案，我不会找你任何麻烦。但是如果你不撤案，被我找到任何证据和线索，我会直接交给警方，而且不会原谅你。先走了，想好了给我打电话，啊。不吃。哎，你怎么就不吃了？这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啊！心里有事儿。哎，哎，你怎么也不吃了？侯总，这个案子啊，没有多大事儿，你别担心，很快就有结果了。什么叫没多大事儿啊？还得怎么叫大事儿啊？啊，几天能过去啊？是10天呢，还是多久啊？那11天天在那被摔，都摔成什么样了？不光摔，还有踢呢。训练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是队员就，哎，我说你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呀！走走走，给我收拾东西，走。真是。我一夜没睡，准备去撤案，你能陪我一起吗？我害怕。好，等着我，我来了。
神经病啊！真是。什么？你要撤案？对对对，我想撤案。你们的案件是公诉案件，可不是说撤就能撤的。那警官，这个项链肯定不是51偷的，就算中间有误会，那也是另有其人，不可能是11。你过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。你说的对，确实另有其人。抓到了吗？我们的民警根据已有的线索，调取了周围的监控，将怀疑对象放在了王玛丽身上。我们的便衣民警刚去接上门调查的王玛丽的时候，她正带着这条项链准备出门。这款项链的每一个卡口处都刻有一个数字，也就是她的身份证明吧。我们对王玛丽的那条项链刚才已经进行了检查，就是你丢失的那条。方璐，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？哎，项链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在哪里找到的？十一姐，哎，十一姐，你跟他们说一声，能原谅我好不好？干嘛呀？我不懂事儿，我年纪小，我太任性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让他们原谅我好不好？方璐，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们做个笔录。侯爵哥哥，我们这算是过来自首的吧？那自首是不是就没什么事情了？自首有没有事我说了不算呢。方璐，你跟我们去做个笔录吧。方璐，走吧。你先配合警官调查啊。走吧。对不起啊，这几天委屈你了。你倒是能欠呀，又不是你的问题。这不也是因我而起吗？方璐和王玛丽对栽赃诬陷51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两人的供述基本一致。谢谢你们的工作，还我一个公道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你提供的线索为我们破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，我们也应该感谢你。哎，警官，那他们两个今天就要关在这儿了吗？除非有合适的人愿意为他们取保候审。他把我拉黑了。啊？你说你还招他干嘛呀？我就是想谢谢他。要不是他，咱俩现在哭都没人听见。那倒是啊，他这个人吧，还是真挺仗义的。玛丽啊，咱俩解约吧。嗨，本来咱们俩也没有合约，都是口头的。你要真不想干了就不干了呗。正好我最近是心挺累。哎，等事情完了，我想回家陪陪爸爸妈妈，再看看接下来在干什么。玛丽，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。你说这个干嘛呀？这件事儿前前后后都是我帮你出的主意，你没在公安局把整件事推在我一个人身上，要真说感谢的话，我应该谢谢你。这些年出来打拼，说实话真没交到几个朋友，但是你算一个。哎呀，真是不经事看不透人心啊。说实话，我这些年
也没交到什么好朋友。但是方露，你真的是个好姑娘。玛丽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就不陪你了。咱俩就在这儿说再见吧。好啦，我走啦。哎，出租车。王春花啊，方露，我说这么多人，别叫我大名儿。再见。再见。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露，好久不见。你们看，这是我第一次直播的地方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今天我来这儿是来跟你们告别的。我来这里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你们的地方，所以我也想在这里跟你们告别。我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认识了一个男生，他高大、帅气，而且很温暖。他真的对我很好，给了我很多安全感，就像一个哥哥照顾妹妹那样，给了我很多依靠。我做梦都在想，我要是能永远都陪在他身边就好了。可是我做了不对的事情，所以就失去了他。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，我真的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。我今天想唱一首歌给大家听。现在我已经关闭了打赏通道，今天的你和今天的我就是朋友，要好好听我唱歌哦，特别是你，一定要好好听。
干杯！干杯！好了，别拍了。来，来，干杯！干杯啊！干杯！来，我这也太多了。可以吃了吧？可以了。十一姐，我们发现你最近越来越漂亮啦。有吗？有啊。那得感谢你们钱教官。感谢我啊？你是应该感谢我。好，陆小。哎。小欧总，我看这都6点多了，要不我给你点点什么吃的吧？不太饿，点吧，点点吧。好。有个事儿。我看到钱钱啊，在我们群里发了照片，和十一他们在外面聚餐。我看看。哎，你问问倩倩他们在哪吃饭？问问。来来来，正好我也饿了，走走走。哎，正好我也饿了。待会这个披萨你们谁吃了？别浪费了。这个好好吃啊！哎呦，这个好好吃啊！我想吃薯条。给，你们还想吃薯条吗？我想吃薯条。我也要吃。你们不吃薯条吗？啊？安静一下。哎，我有个提议啊，让我们呢一起举杯，庆祝十一沉冤得雪，光荣归队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小声点儿，谢谢。你好，给你上些德式小点。我们点这个了吗？没有啊。啊，这是一位先生送的。一位先生送的？是的。还有天上掉甜品的事儿啊？哎，那先生高不高？帅不帅？我们想见见他。愁烦你花痴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到那位先生，不过他已经结完账走了。他结完账走了？各位请慢用。哎呀，走了就走了呗，咱们不管他，不吃白不吃，咱们赶紧吃，赶紧吃。来，吃吃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来，拍张。哎呦，真好看！哎，你给我看一下你那个。我感觉这张好看。给我看一下，你发群里发群里。等我给你调个色啊。调什么色呀？快快，这披萨真的很好吃啊！我都知道了，你别岔开话题，你赶紧给我看照片。知道了。谢谢你，屎壳郎侠。这个告密的叛徒是你吧？好像是啊。哎，走。好舒服啊！哇，今晚的月亮又大又亮啊！那是因为我们十一今天高兴啊。拜托你当会儿男的。烦死了！你是有多想嫁？我是不想浪费咱们这良辰美景嘛。好啦，宝贝儿。师爷，你这客户也太贴心了吧？可惜，为什么世界上的好男人都被坏女人收编了呢？也是啊，这就是难解之谜。哎，你就不能跟他说说吗？啊，就别娶那女的了。
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劝助也算功德一件嘛。我觉得顺其自然才是功德一件。顺其自然。我的包！来人，还给我！抢劫！来人，抢劫！我的包！抢劫犯！110吗？我要报警，这边有人抢劫。哎，田哥，别在他们前聊了，我要赶紧把后厨卫生搞一搞啊！快看，这是高手！我给你们发群里。什么呀？视频，我发群里了。发了吗？发了。哇！快！老板，我怎么看这个，有点像是那个11姐。我偷看人隐私啊，这孩子。哎呦！干嘛？大清早上有病吧？不看你发那没营养的视频。啊？那行。网络上迅速走红，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内容精彩激烈，有网友质疑这是摆拍制造噱头，但根据记者走访调查，已基本确认其真实性。这是昨晚发生在本市的一场飞车抢夺案件，劫匪在抢夺得手逃离现场的时候，被一群见义勇为的女孩瞬间制服。如画面中大家所看到的，整个制服过程不超过10秒。网友纷纷点赞、转发宣传，并猜测这几位身手矫健的神秘女子是什么来路。是神鹰安保公司。进一步调查。我姓赵。下面请看本台其他报道。你好。你的消息可真灵通啊，不愧是做记者的。啊，我也是刚刚看到的。对，是我们公司的几位女随卫做的。我们公司有规定。不做个人宣传，不用真名字。你说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如果成了社会名人，那以后还怎么工作啊？啊？来，做的包子来了，来，赶紧吃饭。哎，吃饭。对，侯姐。来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跟11交接啊？交接？公司说让我继续为你服务啊。啊？是甲方提出的要求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合同不是我跟你们公司签的。那我叫11回来，你不介意吧？是有什么我做的不好的吗？不是，你别误会啊，你做的非常好，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秀。就是我跟11吧，我俩时间长了，也比较熟悉，处得跟哥们儿似的，也算是这个过命之交了。是啊，所以说我俩就比较习惯。所以是因为你习惯了11的
服务，让他跟你工作，而不是因为我工作的不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不是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不过，你要是喜欢十一呢，你就告诉他嘛。我什么喜欢什么十一，我俩就是时间长了比较熟嘛，对吧？跟你说像哥们儿一样。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？我没不喜欢他，不是，我也喜欢他。我喜不喜欢他？到底我俩吧？哎，你吃饭。说你瞧你自己都没弄清楚，真是。行了，小周，那个你多吃点，以后晚上就吃不上了啊。来，再吃一个张姐做的包子，来。啊。哦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那个，没事，以后你要吃我做了给你送过去啊。吃，你也吃。来，以后吃不上喽。我够了。哎，你们都不要走，来，大家都停下，边吃边听我说两句。哎呦，都停下了，也成。这接下来啊，我要说的话，确实是比较严重啊，你们都听好了。吓你们的！是好事儿，网上的视频我全都看了。钱小燕到，51到，常菲菲到，孙明发到，王大妮儿到，你们5个好样的！我在这里给你们提出表扬，你们是全公司的骄傲，是全公司的榜样。事情啊，虽然看起来不大，但是你们为公司争了光，为咱们行业添了彩，鼓掌！吓死我了！我也怎么了呢？我也是。说实在的，看到网上大家一片好评，我真是比签了很多单的任务，比得到甲方的认可都要开心1万倍。按照公司规定，见义勇为的队员，公司官网会通报表扬，并且予以实物奖励。还有啊，我已经跟厨房说好了，中午每个人加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个大鸡腿儿，只要你们吃得了。吃不了啊！哎，还有啊。还有啊，赵总。嘘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前不久，51受到了不白之冤，但是呢，他表现出了过人的职业素养，遵守公司规定，积极参与调查，还为大家做陪练，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负面情绪。他的这种做法，维护了公司的信誉，捍卫了行业的形象，也为大家在今后遇到同类事情提供了参考模板。给11加个大鸡腿儿。对，加10个。加10个。总之，各位，我们公司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每一个队员都成为最优秀的队员。吐司，开吃。11啊，我有事跟你说，你过来一下。是。我跟智荣建设已经沟通过了，他们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。只是他们觉得男随位在侯姐的身边更合适。明白。公司决定了，为了表彰你这段时间的表现，你这个月还是按照合同标准拿绩效。谢谢赵总。11，
调整好身体，新的工作说来就来。是。侯总，买回来了，来，把门关好。您要的包，我给你买回来了。谢谢。您看一眼呀。哎呀，不，这万一我不能代表你审美怎么办？人会怪我的。你的审美比我的审美好多了。只要牌子对就行。女人的包我不太懂，什么好看不好看什么。哎，那这个女人怎么样？这个女人好不好不太好说，但是挺厉害的。还有您拿不下的吗？不可能。哎呀，我也有拿不下来的人。您太谦虚了。行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哎，对了啊，那个地砖的事现在怎么样了？工期啊，一定要注意工期。我已经在尽力调查了，您放心，绝对不会延误工期的，我记着了啊。哟，哎，小胡总，哎，马总好。哎，哎，你上哪儿去呀？我去趟银行。不，我有一堆票，你赶紧给我报上。哎，改天再说，我忙着。马上。你快点啊！爸，我跟你说啊，11那事儿查清楚了，跟11没关系。都是那个方路跟他一个朋友弄的这事儿。安保公司的赵总都已经跟我说了。那你都知道了，咱就让11号来上班吧。啊，我是这么跟赵总说的，还是留下那个男保镖吧，女保镖太麻烦了。啊，有什么麻烦的？那11在公司干得多好呀，又能当保镖，又能当秘书的，他办事从来也没差过呀，对不对？怎么突然觉得麻烦了呢？你看周全，我现在换我都不舒服，我都11习惯了已经，是不是？麻烦吗？不麻烦吧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跟51的关系，不像是雇佣关系那么简单呢？怎么不简单了呢？爸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就觉得11挺合适的，就是，对吧？那你要不想换就不换，那男的就男的，不换。行，不换。哎，马总来啦！哎，马总来啦！哎，马总，哎，红姐来报销。你叫谁红姐呢？你把我都叫老了。那不就嫌我年轻了吗？哎，马总，怎么还不结婚？哎呦，你这一句话就戳到我痛点上去了。你想啊，现在的女孩子，这要哄要陪，还要供着。我这把公司都当成家了，我哪有时间呀？之前谈了俩，这一忙，人回头就把我给踹了。哎，马总，现在有没有中意的呀？对呀，马总，跟我们说说呗，有没有喜欢的呀？你们今儿这是想推荐我去《非诚勿扰》是吧？然后你们做亲友团是不是？哎，你看那小甜甜怎么样？是啊，谁小甜甜？甜米。小甜甜。哎呦，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，你我可都知道啊。你们想让侯总第一个开除我是不是？人家小甜年轻漂亮，还那么知性，我配得上吗？哎，
那可不一定啊，你可不知道，我们每次谈起你的时候，小强那眼神那表情，你没看见？就是啊，我觉得啊，他是喜欢你。对，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们大家都看见了，都知道。求各位大姐了，别再拿我打岔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根本不喜欢他这款的，我喜欢呀，大家闺秀。哎，真的，你看我每天累得跟加班狗似的，回到家往那沙发上一躺，有人给我端茶送饭、洗衣服，那我多舒服呀！有这样的，你们一定要介绍给我。非诚勿扰啊！女同事开始怀疑咱们了，相亲千万别听。咱们闺女挺棒的。有什么可美的呀？最近出那么多事儿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切，你说11这孩子吧，从小就这样，报喜不报忧的。怎么还有这么坏的人呢？连11都要诬陷，这个人的心也太黑了。就是，你说这个侯爵，看着挺有教养的，遇到事儿怎么这么冷酷无情呢？哦，女朋友说一句就把11退回去了，这公理在哪儿呢？放心，阿姨，我找过那个姓侯的了，我给他施加了点压力，得让他知道，咱11不是孤立无援一个人。而且本来我也打算好了，就算警察没能及时破案，我也会通过法律手段，去为11讨回公道的。谢谢你，兰琪。阿姨，应该的。其实我一直不太同意11做保镖这个工作，风险又大，还得不到客户的尊重。出了问题吧，得拿保镖先问责，又舍命，还又受气。虽然说收入不低，但是都是拿命换来的，何苦呢？可这是11喜欢的职业，你要让他改行，他肯定不同意呀。不是，怎么知道呀？兰琪啊，你人脉资源广，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帮11找到适合他的工作？哦，是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叔叔阿姨，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安保部门呢，比较适合他。按照他的资历呢，进来就可以当经理。第一个，收入不会比私人保镖少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风险要低太多了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但是叔叔阿姨啊，这事儿咱们不能做主，还得问他自己的意见。毕竟咱们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们。对。我知道你们也着急，但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一定在合同期内把设计图纸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最近公司人手也不够啊。好，那先这样，好，拜拜。喂，钱教练，啊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居然把这事给忘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马上到啊！你千万别生气啊！死了！
快点把东西给我拿出来。哎，侯总，不用，你就在外面等我啊。你先去里边等我。好的。倩倩，哎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第一天上课就迟到，还想不想学了？倩倩，你刚才严肃的对我说话的时候的表情，好有派头。少嬉皮笑脸的，想学吗？我当然想学了，我向你保证，下不为例。咱们现在开始吧。不可以。如果今天是我的队员迟到了，当然他们不会迟到。假如是他们迟到了，他们会接受体罚，跑步1万米。跑1万米，你也太狠了吧！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院子，跑1圈大约1200米，跑8圈吧。什么？开始吧。你是说让我跑啊？难道让我跑吗？哎呀，倩倩啊，不是，那个钱教练，你听说啊，这个事儿啊，你事先没跟我说好啊，咱们事先也没把这规矩给立好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要是早知道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再多的事儿，我一定会提前到。还有啊，我这么多年都没跑过步，而且我现在身上有一身的毛病，真的。我跟你商量商量，咱们重新立个规矩，好不好？身体不好是吧？是啊。跑跑步，出出汗就都好了。我是教官，我说了算。哎，钱教练，哎呀，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花钱买，1米1块钱。侯总，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花钱买的。那看来还是给少了，1米2块钱，我买，行不行？我数到3，如果你不跑，我就走。1，哎，行，我跑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，你看你喜不喜欢？跑步，走。这里呢是我们集团下属的酒店，叔叔阿姨要是喜欢吃这里的菜，随时欢迎来啊，我签单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谢谢蓝琪。下次来我家里吃饭啊，我做拿手菜给你吃。好嘞。那叔叔您，我捎你一程。哎呦，不用了，你也挺忙的，我自己走吧，挺方便的。对，让他自己走吧。好嘞，我走了啊，叔叔阿姨。拜拜。拜。等一下，我噎着。我好多年都没像今天胃口那么好，吃什么都香。其实呢，跑步还是挺好的。钱教练布置的任务，我必须得完成到最好。你没发现吗？我今天跑完步以后，我的球打得比往常任何时候都好。看来这跑步啊，真挺好。这是还想着下次再迟到啊？
怎么着，跑步跑上瘾了呗？对呀，关键是我尝到了迟到的甜头。跑步，出汗，还能坐下来跟钱教练吃顿饭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我还能气气你。我看你生气的时候那个气鼓鼓的样子啊，内心中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开心。你要是下次再迟到，惩罚的方法不一定是跑步。我惩罚人的办法可多了。你想干啥呀？现在不能告诉你，等你再迟到的时候再说吧。行，算你狠，你这小丫头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是公司事儿多，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。下次啊，你能不能记得早点提醒我一下，好不好？人只有对他不在意的东西才没有记忆。啊，好，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哎，我送给你的礼物喜欢吗？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这个面膜挺好的，我的朋友都在用，我留下了。好。这个包呢，我非常的喜欢。啊，但是它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不是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谢谢你的面膜，拜拜。哎，切。进来。爸，我给您冲了杯咖啡，您尝尝。这是要干嘛呀？没事，给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怎么样？顺滑，味道不错。我爸就是懂行。年轻那会儿啊，为了赶工期做设计图，没日没夜的，我一天喝好多咖啡呢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岁数大了，我一喝咖啡，心里就发慌。太辛苦了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求我？没什么事，就没什么事，就让51回来上班呗。不是周全不好，周全业务能力非常强，但是11当时不是因为被冤枉，咱们给人辞退的吗？喂，侯总啊。喂，张姐啊，
我是志荣啊，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事儿。那个叫51的女保镖，她跟侯爵相处的怎么样啊？哦，挺好的呀。反正他们俩又不吵架，又不怎么的。张姐，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啊。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。那个叫方露那个女孩的事儿啊，我想你应该知道。我是担心侯爵在处理感情这方面会有一些问题，他来找过好几次跟我说想让51回来。我呢，我确实有点担心。哦，嗨，这个呀，你放心，那11呀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正直的孩子。反正呢，我看他是对这个侯爵很严厉，该管的时候就管，这个该说的就说。反正我是眼看着这11来了以后啊，咱们侯爵啊，真的是像变了一个人。以前真的什么事都不上心，现在好多了，对工作啊什么都认真多了。所以你放心啊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谢谢张姐啊。您千万不要跟侯爵说我给您打过电话，我怕他知道了，到时候过来找我闹情绪啊。行，好，我不跟他说。好吧，张姐，谢谢了，再见。喂，侯爵，刚才你爸爸打电话了啊，问我你的情况。我呢是把该说的说了，不该说的呢我就没说，你放心啊。谢谢。你谢我干嘛？我又没替你撒谎。好了，行，我挂了啊。这爷俩真是。钱教官，报告钱教官，我又上岗了。恭喜你，51同志，谢谢。哎呀，我终于可以回家舒舒服服的躺自己床上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嫌我烦了是不是？你是嫌我赖着你了？你还不赖着我吗？我都没有办法找男朋友啊！你别忘了啊，我可是有1票否决权的。Yes, madam。哎，你这次客户什么人啊？还是侯爵。啊？快来找赵总，让我继续回他那儿工作。哦，挺好的。又傻笑，有情况啦？肯定有情况，快说说，谁呀？是不是我认识的？不，你不认识。那谁啊？哎呀，就是那个打球认识那个人。哦，哎，是不是就是你喜欢那种类型，一见面就有感觉的？其实吧，比想象的还要好。哇，我一看是动心了。手机里有照片吗？给我看看，快！你瞅，是，给我看看。还没到时候呢，现在只是有那一点点感觉而已。真没劲。啥感觉？我就是觉得吧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可以任性，可以撒娇，可以耍脾气，就是感觉跟他在一起特别享受做女人的感觉，你懂吗？就是说完美男人让你找到了？也不是特别完美。他的年龄有一点点大。大多少？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，他太优秀了，所以这个可以忽略不计。5岁、8岁、10岁、15岁。18、20岁、
92岁。哎呀，什么意思？29，怎么就92了？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找了个92的呢。不过这29，这也不小吧？哎呀，我也挺担心这个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说年龄相差这么大。那他单身吗？老婆死了，有个儿子。儿子多大了？不知道，我没问啊。那他对你呢？他对我呢，我也有点搞不明白。就是，我觉得啊，他是喜欢我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对我的这种感觉呢，是恋人之间的，还是普通朋友之间的，还是长辈对晚辈之间的这种，你明白吗？不明白，我连人我都没见过。看你美那样子，一看就动心了。大是大了点儿，不过中年人嘛，也没什么不好嘛，成熟稳重，对吧？不像那侯爵，整天跟长不大的孩子似的。我觉得谁要跟他谈恋爱，做他女朋友，跟做他妈差不多。他妈？可不嘛。他妈？哎，侯爵，弄好了吗？公司的车快到了。马上啊，1分钟。好嘞。哎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来了。哎，尝一块，能量块，出去出任务没吃饭，吃一块的顶1天，独家秘方。不错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还是第一次有男的做东西给我吃啊。别色眯眯的看着我啊！我也是第一次给男的做。哎，11来了，走，拿着。侯姐你好，我是51，接替周全做你的安全随卫。公司的车还在门口等我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侯爵先生，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。别侯爵先生了，以后咱都是哥们儿。好，好嘞，那你们保重。好，一路平安。辛苦。哎呀，来，欢迎新朋友。哎，你哎呀，行你别闹，哎呀你，有完没完呢？箱子。箱。哎，张姐呢？张姐今天休假，去看她朋友去了。那还没吃饭吧？我叫个外卖。别叫外卖了，今天我亲自下厨，给你做点好吃的，啊！你去收拾收拾，等我个几个钟头，我就做好了。行吗？放心吧。那我等着吃啊。刀工这么好啊？什么时候学的？哟，你是想过来偷偷学艺吧？我是觉得几天不见，厨艺见长。田螺姑娘附体了，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？其实吧，我是一个特别有深度、特别有内涵、又多面性又多元化的男人。所以我不可能让你一眼看穿我。我也不想看，万一看到肚子里全是各种蛔虫爬来爬去，都吃不下饭了。我的身体里只有高尚的灵魂和纯洁的肉体。你别跟我说话，你看着点那个刀，小心切着手了。
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呀？不是你一会儿受伤了是我的责任，是我失职，知道吗？我多冤呀！你放心吧，我保证不会再让你被冤枉了。行吧，我信了。还是第一次有客户为我做饭的呢。准确的说，好像除了我爸妈之外，还没人为我专门做过饭。真的假的？这顿饭呢，首先是为了你接风，其次里面包含了感谢，包含了感恩，包含了很多的词汇在里面，都在菜里，一会儿你吃就知道了。行吧，我这光看着也不合适啊，要不然我帮你干点什么？要不洗菜？行啊。哪个需要洗？这个吗？好。来，等会儿，给你绑个围裙，别把衣服搞脏了。来，不用了。哎，这个画面有没有感觉特别的温暖、温情，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？我自己来吧，来。绑完了马上。我自己来，自己来，你去忙。我给你重新绑。干嘛呀？你重新绑，我自己可以，别动，别闹啊！孤独是一种病。祖传秘方，专治孤独。哎呀，你看这个灯光，这个音乐，都这么到位，是不是该喝杯酒啊？你喝吧，来。一起喝一杯呗，我自己喝怎么？我说过了，工作的时候不能喝酒。今天咱们不聊工作，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放松一次啊，献给这个安静的夜晚。你确定？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不会走出这个门。我保证不走，我就走，我也从窗户走，成吗？摔死你！来吧。行。今天高兴。今天这杯酒加上这一桌子菜，主要是为了给你接风，其次是为了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还有就是
对之前让你遭受的一点点委屈说一声抱歉啊。唉，破例一次喽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也谢谢你。前2天在训练场，你怕我被打死，然后护着我，我看出来了。虽然有点捣乱吧，我还是挺感动。你看出来了，你看出来就太好了。我心里替你委屈啊，对吧？你被人打本来就很委屈，我看着你被人打，再加上你心里很委屈，我就更委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，我要去帮你讨回一个公道。虽然我打不过你们那些教官，但是我可以赖他们，对吧？你只能赖了，来。有一些话，我以前一直不想讲，对吧？我也不爱那么聊天儿。但是今天，既然你都答应跟我喝酒了，我就跟你说说心里话。我一直以来对你的看法，之前我对你不是很了解啊，我也是慢慢通过我们这么慢慢的接触时间久了，慢慢的了解。其实我挺心疼你的，有时候我觉得你特别不容易这一路走来。我知道你从小是爸妈离婚的比较早，然后你就去了训练队，每天训练，别人在上课你在训练，别人在购物你在训练，别人出去谈恋爱你也在训练。训练这么多年，找到工作，也找到男朋友，谈了一段并不那么靠谱的恋爱。虽然你不讲，但是其实我知道对你打击不小。从我第一次看到你在街上追她，到后来我看到你的一切的反应和状态，虽然你把自己包裹得很好，保护得很好，但是我从你眼睛里，从你的形态中一次一次看到一些伤心和一些伤感，或者说是一些对自己的无奈，其实我都看在眼里。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特别的心疼。为什么我跟你虽然闹，虽然是有时候有一些捣乱，但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还是心疼你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值得被心疼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一定会幸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之前经历了很多，但之前经历的一些磕磕碰碰，一些坎坷，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。所有你人生中经历过的磨难，在未来都会变成你的财富，在未来都会变成你做任何事情的经验，都会让你变得更坚强、更有力。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的会心疼一下，会感慨一下。你这种女孩，51，你这样的女孩，一定会得到幸福。因为如果你不得到幸福，没有人会答应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我觉得你碰到我，你特别的幸福，觉不觉得？好，最后这句话比较重要，是吗？为了你的幸福，祝你幸福。感觉到幸福了吗？哇！快点！你带我去哪儿啊？黑灯瞎火的。拐个弯就到了，你快一点！你不是准备把我拉去卖了吗？哟！当当当当！这简直跟童话世界一样。来过吗？这种地方，我记得侯爵小的时候带他来玩过。走吧，走。干嘛去啊？玩去啊！哇，这个是给年轻人玩的吧？我不行，你去玩吧，我在外头等你，去吧。我忘了，你年纪大了，老头不适合玩是吧？啥意思啊？嫌我是老头啊？我今天还要玩给你看看。我告诉你，老头不输给你们年轻人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冲动啊！哎，冲动是魔鬼啊！哎，那是出口，出口，那边进口。哎，你带钱了吗？带了。啊？
这算什么呀？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木马要让我设计啊，我至少让它提速2倍。按照你那么设计，这该成疯狂木马了。我跟你说呀，我们小时候根本没这么多好玩的，我们就玩那个小的那个玻璃珠子，我们就这么玩那个东西啊，要不然就是在一个沙地上那个转椅，沙坑转椅，我都能玩上1天。你说说你们现在多幸福？我小时候就特别爱玩木马，后来到中学就不爱玩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就跟同学一起，什么刺激玩什么，什么惊险玩什么。可是现在呢，反而觉得特别喜欢坐木马，就喜欢这种慢悠悠的感觉。慢悠悠？你说我这个年纪喜欢慢悠悠，我倒是情有可原。你怎么也会喜欢慢悠悠呢？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走得慢一点，让灵魂跟上来，好像是这么个意思。琢磨起来有点道理。你也要老得慢一点哦。我这人吧，平时什么事儿都喜欢往复杂里想，就是把自己搞得挺累的。其实我早就已经忘了简简单单其实有多快乐。是的。所以按照你这么说，我不应该是你治孤独的大夫，我应该是你的药啊。对，包治百病的药。驾！哟，下雨了。怎么样，老头身体还行吧？可以。老板，来2个烤肠。哎，好嘞。多少钱？10块。10块。哎，你帮我治病这钱应该我来付啊。哎呀，被请客吃饭也是秘方之一。那岂不是白吃白喝啊？这个。老板，钱付了啊，再给我拿2个战马。好嘞。多少钱？20。好了，付完了啊。好，谢谢，给您。谢谢。谢谢啊。走。干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真的假的？你怎么喝完酒这么要的？真的。不是你少喝点，我怕我。酒呢？别喝了。酒呢？咱们掏心掏肺的聊会儿天好不好？边喝边聊。我觉得你不能再喝了。我干嘛不能喝？哎呀！加油！你有什么你直接跟我讲，你对我有任何看法你告诉我，但是你不要再给我喝酒了，好不好？认怂了吗？松了。行吧。你这个人呢，太不让人省心了。咋不让人省心了？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客户。不过你也有很多优点。你有时候会有非常可爱的一面。对。你很善良，你看不得别人受委屈，包括我，还有那个方路，哎，还有那个黄月，对，黄月，接触太少，忘记他叫什么了。你优点还是挺多的。那你对这个其他方面，比如说我这个这没什么评价吗？这个啊，